只要施主回心转意，老衲的性命并不重要。那倒也是，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和尚，少林一派掌门，竟然将朋友的妻子一藏就是几十年，说不定他自己早就干了不少苟且之事。施主的话未免太尖酸刻薄。瓜田李下，谁说得清呢？如果老和尚今天死了，那也是一种不错的解脱。一个臭皮囊，何苦太过留恋？好，那我就成全你吧。
朋友，还要借你的肉身一用。这是什么声音？怎么这么大威力？好像是从山上传下来的。不好！晴空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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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晴空师兄！说，这件事是不是跟你有关？你说！大和尚，快住手！周芳的事情你已经错过一次了，你还想再错一回吗？大师，你先冷静一点。晴空大师的死和在下绝无半点关系，还请大师先把剑收起来。大和尚，我昼夜不停地从白云观赶来，好不容易才在少林寺外追到你们，怎么可能有分身之术去加害晴空大师呢？再说了，以在下的武功根本就不是晴空大师的对手，怎么可能伤得了他？可是师兄身上的伤，分明是武当特有的长剑所伤。大师何以见得我是武当的人？再说，你手上拿的赤霄宝剑才是道士用的，和宝玉用的完全不一样。可是师兄身上的伤，分明是武当无极剑法的招数所伤。天下只有一剑贯长虹，才会在咽喉留下这样的伤口。你刚才分明是要拖住我，方便你的同伙下手。晚辈对剑术的认识，当然比不上大师。大师刚才所说的剑招，在下也无从了解。我也不是武当弟子，自然也不会武当功夫。我有什么理由要加害晴空大师呢？没错，我是从白云观赶来，不过在下赶来是要请晴空大师上白云观主持武林大会的。紫衣侯吩咐在下，让晴空大师和侯爷会合之后再一起上白云观，因为侯爷担心有人要掀起武林之间的纷争。大和尚，如果你真能查出是我们杀死大师的，我们甘愿受罚。我现在虽然没有证据，可是你们又怎能证明自己是无辜的？那你让我们怎么证明啊？师兄的惨死，我少林绝对要把真凶挖出来。此人是武当派无疑，我现在就要去白云观找他们理论。那就请大师与我们一起上白云观。对，我们一起去白云观。白云观上的牛鼻子在哪里？给我滚出来！牛鼻子，滚出来！大师，
武当的道兄，你给我记住，从今往后，武当派只有道人，只有牛鼻子，没有兄弟，只有仇人。住持已经圆寂了，是被武当的贼人害死的。你们看看住持身上的剑伤，是武当派的独门剑法留下的痕迹。哎呀，没想到上次在白云观，竟是见大师的最后一面呢。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是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他这是明知故问。牛鼻子，我今天扛着师兄的遗体上白云观，就是来讨个公道。你别血口喷人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太放肆了！你青天大师，请息怒。哼！我师兄晴空在少林闭关，没想到却遭到了你们武当的毒手。你们的住持死了，凭什么就断定是我们武当所为？有剑伤为证，你别想赖！哼，凭着几道剑伤就说是我们武当所为？我还本想去问问少林住持，我们赤松道长是怎么死的。牛鼻子，我大师别冲动，宝玉知道大概的情况，千万别冲动。不可妄动，说得轻巧。哼，凶手可曾想过不可妄动？武林大会之前害我掌门，让我少林经受灭顶之灾，是谁下了这样的毒手？哼！我们武当掌门赤松道长究竟是怎么死的？我还正想找你们这些臭和尚问个清楚呢。就算你不来找我，我也会去找你的。你，哎，两位都别激动，凶手是十分歹毒，我们一定要找到真凶。既然大家都见了面，有话好好商量啊！我看这样，能不能让晴天大师到里面慢慢说？哼！少林住持，我师兄晴空惨死在你们武当剑下，道长到底怎么解释？我不用解释，根本就没必要解释。师兄身上所受剑伤，明明白白是武当剑法，难道我还诬赖你们？武当到底讲不讲道义？杀人偿命！哼，什么杀人偿命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武当道士杀了晴空啊？现在这白云观上，上上下下有几千号武当道士，又有哪个有本事杀了晴空？你倒给我说说看呢？岂有此理！我师兄明明是中了你们武当剑法而死，身上的剑痕清清楚楚，难道道长还想抵赖？哎呀，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！就凭几道剑痕，就能确定是武当杀了人？你疯了吧？哼！现在的武当和昔日的泰山北斗本来就不可同日而语，少了赤松道长，就更没了那仅有的一点正义之气和大家风范。我看这白云观上，倒是充斥着不少丧心病狂的疯子，就像你一样。你大师说话客气点，这里容不得你撒野。你大家先消消气，有话好好说，别激动啊！坐下，坐下。好了，今天你们少林死了人，大师扛着尸体，当着全天下武林人士的面，矛头直指武当来兴师问罪，实在是欺人太甚。作为主人，我不跟你计较，还把你请到大殿来好好商量，我已经给足了你面子了。我看你们才是欺人太甚，跑到少林寺兴风作浪，杀了人还翻脸不认，我今天岂能容你？
哼，别人怕，我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。你，两位，冷静，此事绝没有那么简单。没错，晴空大师身上的伤确实是武当剑法无疑。普天下能用武当剑法伤得了少林掌门的人，我相信恐怕也没几个。至于说凶手在不在白云观，还请戴主持慢慢追查。侯爷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说是我故意隐藏凶手？我告诉你们，如果我们武当有这样的高手，你们早就身首异处了，没什么好讲的。你们少林寺死的人又怎么样啊？我还没问问你，我们赤松道长的死是怎么回事呢？你，白云观之约是晴空请我们掌门人去的，结果呢，却跑出来一个蓬莱人来。赤松道长比武落败也就罢了，但是不但丢了性命，而且还被砍了28剑，遗体惨不忍睹。堂堂武当掌门就这样让人给埋了，而且还埋在一个不清不楚的女人身边。你们到底安的是什么心？要不是我们武当弟子及时赶到，将掌门遗体运回武当火葬，恐怕到现在也没人知道赤松道长是身中1000毒而死。你们这些死牛鼻子不得好死！赤松道长已经惨死，你们不让他入土为安，反而挖了他的坟，掘了他的墓。你们算什么正直忠义的武林豪杰？你们算什么中原武林的英雄豪杰啊！你，本月姑娘，赤松道长是被人毒死的。要不是武当的人把道长的遗体火葬，恐怕这个阴谋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。到底是谁下的毒呢？当初在白云观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嫌疑，也包括你们少林主持。住口！我看你才像下毒的阴险小人！你，两位说话请三思，千万不要这么冲动。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，赤松道长之事确实疑点重重。不过我知道，赤松道长和晴空大师交情很深，而且晴空大师一生光明磊落，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。如果道长你说这样的话，恐怕有损武当的名誉。哼，光明磊落，笑话！我告诉你，之前我已经给足了你们面子了，今天索性就撕破脸皮。你以为我们武当是聋子是瞎子？你以为你们少林的住持偷偷摸摸的抬着一个女人上白云观，我们武当就一无所知是吗？你们究竟想干什么？约了我们掌门，抬了一个女人，又莫名其妙的跑出来一个蓬莱人，还把掌门人的尸体和那个女人埋在一起。难道这一切能叫光明磊落吗？我杀了你！没事吧？晚辈贸然出手，还请戴掌门恕罪，也请戴笠掌门能够冷静一些，一切事情都可以好商量。俗话说，骂人不揭短。戴笠掌门是江湖领袖，是武当派的掌门人，那就应该谨言慎行。哼，你是什么东西，敢来教训我？晚辈方宝玉，是清平剑客白三公的外孙。哦，原来是方少侠。失敬，想必胡不愁和少侠渊源非浅吧？胡师兄是在下的知己。宝玉，你长大了，还学了一身好武功，你外公的在天之灵会感到欣慰的。白大侠的后人有如此的进步，确实是可喜可贺呀。不过，今天在这大殿上，我们有更重大的事情。武当和少林的掌门都死了，
双方又都怀疑是对方所为，这事情的确是十分难办。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就更糟糕了。不知侯爷您有什么想法？啊，不妨直说你有什么想法。我哪有什么办法呀？我只是希望大家在武林大会之前有一个了断，不要影响了推举武林盟主的大事。推举，推举这个词用得好，少了一些霸气，多了几分和谐。好，在下倒是有一个办法，也许能解决双方的矛盾。有什么办法？我们武林中人，以往在武林中有任何解不开的疙瘩，都以比武的方式来解决。今天，不妨也可以用这个办法嘛。那可不行，少林、武当两大门派乃是泰山北斗，如果要搞得两败俱伤，对武林和中原都没有好处。当然不会是两败俱伤了。比武有比武的规则，又不是生死决斗。我看，侯爷，你和我就做一个公证人，让武当和少林来一个真正的比试，双方点到即止，不能痛下毒手，输者要听从对方的处置。少林求之不得，武当难道会怕你？不行，如果两方中的任何一方赢了，就可以随意处置对方，这样可不能算公平。侯爷，您不用担心，在下所谓的处置，是指输的一方要在自己的地方给对方掌门设置灵堂，操办祭奠，并且行3拜9叩的大礼，从此双方的恩仇一笔勾销。这么说，两位掌门的死因就不必再追查了吗？当然不是了，查可以慢慢来嘛。我们比武的目的，就是要在查明之前，双方不要有仇杀。不论是武当还是少林，都是练武的人，只要在武功上分出高低，那就能约束众人。哎，我这也是权宜之计呀。好，就在这白云观上比。如果我输了，这大殿就让你改了灵堂。那你现在就回去准备吧。哼！这两个人在性命相搏，非出事不可。真希望擎天大师赢了那牛鼻子。再这么下去，一定非到处染命不可。堂堂少林就这点能耐，哼，收拾你绰绰有余。
不行了。顽石道长极有心计，他知道这场比武一时三刻分不出胜负，他这是在耗擎天大师的真理。那可怎么办？你不用担心，我都能看出来，我想擎天大师也一定能看出来。大师，点到为止，不可伤人。拿剑来！这不是胡言大造！我要你的赤霄宝剑！我先杀了你！扭动！你能破我的剑法？大藏，走！3天以后就是你的死期！道长，不可无礼！不，把剑放下！胡师兄，先把剑放下。宝玉，你曾经有这样的感受？当年，我的师父，你的外公白三空，惨死在蓬莱人的剑下。你当时心里是什么感受？现在，我的掌门被人打成了重伤，我又是什么滋味？胡师兄，我了解你的心思。可是，少林武当有约在先。有约在先？不是有约在先，点到为止吗？可是，他们把我们的掌门打成了重伤，这也是有约在先，这也是点到为止吗？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先杀了他再说。呀！你这点功力打不过他的。胡师兄，胡师兄，这位是我是个酒鬼。哎，你又是什么人？如此狂妄，竟敢坐在大殿的正位上！看身手，想必是江湖上人说的醉侠吧？在黄河狂侠的面前，我怎么敢称这个侠字呢？
这个金大侠是不是在白云观做什么坏事了？怎么连性命都不敢报上来呀？就是因为我什么事情也没做，否则赤松道长就不会死了。哎，我正有事要问问金大侠，这个白云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白云观上的事情，你们不是都已经清楚了吗？怎么还来问我？难道我还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吗？赤松道长惨遭毒手，现在我师兄又遭遇了不测，请金大侠能帮大家解开一些谜团。赤松道长身中28箭，但是我相信他在比武之前就已经中了毒。中毒了？没错。比武之前，在下也曾陪赤松道长练过剑，后来在下也曾表示过，希望能够见到蓬莱人的绝招，不然无法破解呀。没想到道长把在下随便说的一句话记在心里了。原本道长是不会死的，如果他交出了赤霄宝剑，那么他就是对全天下的仆役；如果他比武输了，又不能交出赤霄宝剑，那么他就是自食其言呐。赤松道长一辈子一诺千金，让他出尔反尔，还真不如死了。可是这依旧不能解释道长为什么身上中了那么多箭。这既然都是个死，那为什么不能死得有意义一些呢？你的意思是，赤松道长是自己找死？赤松道长的身上留有28道剑痕，他是想让在下清楚地知道呼延大藏的绝招，以便寻找破解之法呀！荒谬之极，简直是一派胡言。这武当怎么找了你这么一个大笨蛋当掌门呢？你说28剑给你留下了破解之谜，你有什么证据？我说你的眼睛是不是瞎了啊？刚才在擂台上，那蓬莱人使的那一绝招，原本是无人可以破解的，在下不是挡下来了吗？虽然紫衣侯曾经见过一次，而且也给在下演练过，但那毕竟是在船上。呼延大藏的绝招已经完全走了样，所以才败给了紫衣侯啊。可赤松道长身上的伤就不同了，从伤口的方向、深度都很准确地反映出这一招的力道。为了让在下清楚地看到这一招，赤松道长他撑到了临死的最后一刻。道长，令毛不痛。道长他是死意已决，他是想用身体来给我们一些线索呀。什么线索？是想从这些伤痕上看出呼延大藏的招数，以便让我们找到破解的方法呀。起初我还一直不明白，赤松道长临死时为什么非要说出这4个字。万世道长，你能够明白吗？哼，那是纯阳剑法的第10招式。道长还是蛮用功的嘛。赤松道长临死时挣扎着要告诉在下，就是在面对对方的绝招时，自己所使用的招数。他是想让在下清楚地明白，在整个对阵的一刹那的过程啊。武当剑术最讲究的是观察对手在出招时的变化，但是这次赤松道长先让自己出招，
很明显是为了留下剑痕，让大家知道。这种气魄啊，你们在座的谁有？万世道长，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？那下毒的事又该如何解释？在白云观上的人，每个人都接触过道长，换句话说，每个人都有嫌疑。除非什么？除非有一个武功深不可测的人，在操纵着这一切呀。这一点，我和紫衣侯的看法是一致的。你是说，有人在暗地里下毒了？你觉得不可能吗？老衲不是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，但是不知金大侠是否有证据啊？证据嘛，目前倒是没有。可是有一件事情，能从中看出些名堂来。你太冲动了，不是跟你说要听我的命令吗？要我取消比武？我们知道你很想得到赤霄宝剑，可是白云观上高手如云，就算你赢了王颠、紫衣侯，可是还有金祖阳呢。今天方宝玉的功夫绝对不可小视。这还是在明处的，在暗处的高手更是如离。你为什么一定要硬拼呢？我来中原只有一件事，就是拿到宝剑。无论对手多强，我都不能退缩。没有人让你退缩，只是跟他们硬拼，实在太没有意义了。我们都知道你不怕死，可是你还要救珠儿。如果你有什么意外，那珠儿怎么办？就算你救得了他，又能怎么样呢？我当初答应你救珠儿，完全是因为看在王大娘的面子上，毕竟珠儿是她的孙女。可是你呢，非亲非故，非要从人家爹手上把人给抢过来。你成功了，全天下人都会追杀你；要是不成功，你的小命就只能丢在白云观了。你答应让我救珠儿，让王大娘土笼子帮我，完全是为了骗我来白云观。我所做的一切，都只不过是帮你夺取武林盟主之位。我何须骗你呢？只要你知道赤霄宝剑在白云观，你自己都会来。我们的对手太强大了，所以我们只能智取，不可以强夺。大藏，木兰跟圣母说的对，你还是不要太冲动了。我们两个人的目标是一致的，只要你肯听我的，你我就都会成功。像你今天这样冲动的出手，实在是不应该。以后这样的错误，不允许再犯了。那你希望我怎么做？我希望你不要打这一仗。如果你实在非要打的话，给我带上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杀人神水。只要你按住底部的机簧，神水就会弹出来。就算擎天有3头6臂，他也会死无葬身之地。这种东西我不要。现在不是讲规矩的时候。你真的以为那些人是正大光明的吗？你还真以为是自己剑术高明杀了赤松，对吗？你别做梦了。你记住，江湖上只有成名和活着的英雄，没有仁义和死了的英雄。我要的是公平比武，真正的决斗。可是你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比武。你和紫衣侯在渤海之滨的决斗，你被迫在海上交手，结果你输了，险些送命，这公平吗？还有，你和赤松的比武，赤松是因为之前就被人下了毒，结果他死了，你赢了，这样的交手也公平吗？你别做梦！大藏，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吧，别忘了珠儿还在等你，你不可以有任何闪失的。别人怎么做我不管，我不会做这种欺骗的事情。你这是自己骗自己。
大藏，师母说的有道理。哎，你也同意啊？即便你今天杀了那个大和尚，还会有很多的高手围着跟你交手。车轮战对你不占优势，我们只能智取。这个不是什么智取。我们在青木堡偷袭敌人，那不是智取吗？为什么那时候你可以，而现在就不行了呢？怎么都好，反正我不会那么做，只有你会那么做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这种事只有你才，只有你才会做。大藏，大藏！在下有个不情之请啊。金大侠，请说。在下能否检查一下晴空大师的遗体呀？这么做恐怕不太妥当吧？晴空大师已死，难道我们还要让大师死后赤身裸体的面对我们吗？此事关系重大。如果少林同意，在下也许能从中看出些端倪。肉身不过是个臭皮囊，师兄不会在意的。只要能查出凶手。没错，我觉得大师身上中的所谓无极剑法，其实没那么简单。我相信一定能查清楚。侯爷说的极是啊。虽然从方向手法上都是一剑贯长虹，可是有一点却是不大对头啊。还请金大侠明说。这武当的无极剑法是用来练气的。一旦用于对决，主要是靠剑气伤人呐。这套剑法，如果普通人用来，那是平平无奇呀。可是，一旦要是高手运用，却是威力无比呀。主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高手的内功要高很多呀。一剑贯长虹是无极剑法中最凶狠的杀招，高手以内功驱动剑招，这威力如同排山倒海。如果晴空大师中箭，这剑尖儿从咽喉进入，将直接从整个颈部贯穿。可是这一剑，却只是在咽喉上划了个口子。虽然足以致命，可是力道却小了很多呀。这么小的力道，说明此人的内功平庸啊。可是一个武功平庸的人，怎么可能与晴空大师动手？更不可能还杀了晴空大师啊！所以这是自相矛盾。也许晴空大师当时一时失神，遭人暗算。不会，两大高手过招，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失手的。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大师当时的身体位置，更不知道大师当时用的是什么招数啊。王大侠说的也有道理。不对，正面中箭，自然是面对对手啊。说不定大师当时正在击退，所以才会中箭。不可能的。以晴空大师来说，他不可能不知道对方运用的是无极剑法，更不可能不知道这高手使用一剑贯长虹的剑气要长达数丈啊。晴空大师是在山谷中与人对决，怎么可能会退出这么远？更不可能不知道向两边躲闪呐。哎呀，别在这儿瞎猜了。比武的时候有无数的意外情况发生，除非你当时亲眼所见，否则你永远也搞不明白当时的情况。所以，在下需要检查一下晴空大师的遗体呀。
金兄，发现什么了？清空大师的五脏六腑都被震碎了。师兄到底是怎么死的？那大师就不是死在无极剑法之下。如果真是像我想象的那样，武林中从此以后就会永无宁日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曾经听我师父说过，在很久以前，江湖上曾有一种很奇怪的武功，叫七煞琴音。七煞琴音。会这种武功的人，是一个行为十分怪异的老者，名叫不老神仙。无数的豪杰都想铲除这个祸患，不过没有一个人打赢过他，而且全部都丧了性命。从此以后，这个人就消失了，七煞琴音也就从此失传了。那都是100多年前的事情了。原来这背后还真有人搞鬼啊！可是到底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呢？一定是白水宫那个妖怪。白水宫？你刚才说那个不老神仙就是邪派的大魔头。我们今天的五行魔教，也就是所谓的白水圣母，他的武功十分怪异，就仗着这种武功，把邪派和魔教重新的整合在一起，来对抗我们中原武林。五行魔教，我少林绝不容你！你是什么人？老衲少林擎天。原来是你！我听说你在武林大会上伤了武当的顽石道人。老衲一时冲动，和道长动手，实在是追悔莫及。今日前来，正是要将功补过的。什么意思？老衲今日是来要你的命的。顽石不该死，该死的是你。什么乱七八糟、莫名其妙的东西！老衲今日倒是要看看，是你的七煞琴音厉害，还是我的狮子吼更强？什么七煞琴音？大大，我要他的剑。来的正好，反正我也没耐性再等你3天了。呀！还不用绝招！住手！大师，大师，大师，
怎么，黄河大侠也想争当武林盟主吗？铲除魔教，武林中人责无旁贷。王某今天就是要争做这个武林盟主，号召天下的武林侠士，彻底剿灭你们。那是你一厢情愿罢了。你有没有福气当这个武林盟主就不一定了。不过我倒是乐意你这个蠢材做这个武林盟主。休得放肆！黄河大侠可否答应我一件事情？如果你真的当了盟主，我希望能和你打一仗，决出胜负之后，全天下武林都要听命新盟主，不可再有什么不满和挑衅。你好像能做武林盟主一样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一战定江山。诸位武林同道，武林盟主的推选本来是我们中原武林的大事，五行魔教却来争夺盟主之位，难道我们能够拱手把盟主让给魔教吗？绝不答应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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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来我们是想通过比武来选举，可是魔教从中作梗，先是挑起武当和少林的误会，致使顽石道长身受重伤。今天擎天大师又被蓬莱人所害，他们现在已经围了白云观，要对我中原武林下毒手。我们在这边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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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我们是要跟他决战，但是不能像现在这样一盘散沙。现在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来慢慢选举武林盟主了，我们更不能像以往那样一个个上擂台来较量。往年总会有不少高手受伤或丧命，我们需要每一份力量来对抗魔教。所以今天王某不才自荐出任武林盟主。如果有谁不服的话，可以上来挑战。武林盟主应该通过比武来选，怎么能自封呢？他算什么？凭什么他当武林盟主？这武还没比呢。非常时期，他也是迫不得已。王某也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选出盟主来对抗魔教。不知大家意下如何？我反对。奉天，要不是我和擎天比武，怎么轮得上你做武林盟主？做武林盟主虽然不必出自名门，但至少不能跟邪教扯上瓜葛。这位王大侠的母亲，不但身为邪教中人，而且他的女儿还和那个呼延大藏有着扯不清的关系。没错，在下的母亲是魔教中人，我的女儿也因为一时糊涂，与魔教扯上了关系。珠儿，珠儿怎么会在这儿？为什么还被绑起来？珠儿，你是我的女儿，我的亲骨肉，听我句劝，别再执迷不悟了。真没有想到是你啊！你亲手杀死了奶奶，我恨你，我恨你啊！我今天要正告大家，我王颠为了武林正义，已经把我的母亲王大娘杀了。他带人暗闯白云观，杀了许多武当道士。
为了武林正义，为了天下人的正义，我不得不这么做。古人尚可大义灭亲，难道我王颠还不如古人吗？今天，我就把我的女儿交给全天下的人，让大家看着发落吧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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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推荐王大侠做武林盟主。王大侠做武林盟主。对，推荐王大侠做武林盟主。盟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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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盟主。今天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剿灭魔教。好大的口气啊！你们设在外面的暗哨都被我拿下了。不过你们不用紧张，我不会对你们轻举妄动。在场的所有武林豪杰，没有一个怕死的。你既然来了，我就告诉你，没那么容易走。你们武林不是最讲规矩的吗？怎么，今天怎么就这么没规矩啊？我要是对你们动手，何必我自己亲自来呢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不想怎么样，我就是来看看，今天到底谁能当这个武林盟主。我看你王颠有没有这个能耐。现在我可以恭喜你，接下来我可要跟你动手了。也许这个盟主的位置，恐怕要换我做了。别做梦，这里没有你什么事。你休想做武林盟主。对，休想做武林盟主。要想当领袖，靠的是实力，光乱喊乱叫有什么用？怎么样，你们谁敢上来比试啊？王颠，你这一仗是敢打还是不敢打？怎么，害怕了吗？你别忘了，我们可是有约定的。我和你比武，为了珠儿。痴人说梦！如果我赢了，赤霄宝剑和珠儿，你都交给我。你好像很有把握一样。我告诉你，赤霄宝剑你休想拿走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就绝不允许我的女儿和你在一起。今天的白云观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如果你杀了大藏，我也不会活下去了。如果我死了，就没有人阻止你们了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绝不允许你和他在一起。慢着！我跟你比试。
方宝玉，想不到你终于练成了一身好武功。王爹，大藏是向你挑战，是为了夺得武林盟主的赤霄宝剑。可这个人有什么资格向大藏挑战呢？难道说打败了他，就等于打败了你，就能得到武林盟主和赤霄宝剑吗？这个蓬莱人杀了我们无数豪杰，这样的魔头，人人得而诛之。 如果是比杀人，那好办。只要我一声令下，围山城的火魔神兄弟就会把这儿烧成灰烬。盟主，希望您能同意我和大藏比武。好，今天本盟主特准方宝玉与呼延大藏比武。王爹，这就算完了吗？ 这未免太荒唐了吧！我可以告诉你，呼延大藏是我的义子，他有权代表我出战。如果他输了，我会马上离开白云观，从此不再涉足中原武林。可这个人和你非亲非故，他凭什么？如果他赢了也就罢了，如果他输了，那你是不是再弄出个李宝玉、张宝玉来？难道我们就一直打下去？ 是不是要把在座所有的人都杀光，这才算完呢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还真不如我现在一声命令，让这所有的人全部死掉。方宝玉乃清平剑客白三空之后，出身名门，与我们王家也是渊源极深。今天。 我就将小女许配给方宝玉，诸位英雄做个见证。你收了个蓬莱人做义子，有什么资格做武林盟主？宝玉，你愿意吗？只要杀了呼延大藏。 我什么都愿意。方宝玉，奔月，王爹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选定后天比武。奉陪到底。